正月葱，2月9，初春时节，又到了韭菜占领我们餐桌的时间。本周当家菜就为您带来2道韭菜菜品，河虾的酥脆和韭菜的清爽，让人忍不住想大快朵颐。一道清淡到连油都不需要的韭菜汆花蛤，鲜香十足的味道，为您的餐桌带来一阵清新的春意。怎样才能买到最好吃的头茬韭菜？大厨教你2个实用的小窍门。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今天这里进行的是本周当家菜。本草纲目中呢曾经记载过，说是正月葱2月9，而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正月之后的2月，吃完葱之后，咱享受韭菜最好的季节了。那么今天本周大家菜就说说这韭菜。一般我们在家里面做这个韭菜的方法很多呀，比如说凉拌着吃，比如说炒着吃，或者说最传统的用它做饺子馅儿、馄饨馅儿、包子馅儿，特别的鲜。但今天请来一位高人，用韭菜做菜不是这些简单的方式，而是创意的韭菜吃法。谁来做客节目了呢？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烹饪大师秉吉和秉大厨，欢迎你，秉厨。秉大师又来了。还有一位营养老师做客节目，那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郑玉龙郑老师，营养健康老师，欢迎你，郑老师。好，谢谢大家，观众。2道菜您知道吗？都是跟韭菜有关的。是，郑老师，您爱不爱吃韭菜？我爱吃呀。但是我闻到这个香味的话，能给我提供很大的食欲。没错，闻韭菜啊，我们就觉得特别开心，因为代表着又没味道。今天还有河虾仁，还有干辣椒，还有这一点五花肉。告诉我们这第一道菜什么名字？这个韭菜小河虾。韭菜小河虾，用这个小河虾作为今天的配料，然后搭配的是五花肉。咱现在先处理这个韭菜。好，在正式处理它之前，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大厨，您再教大家怎么挑韭菜吧，好不好？好，这个韭菜呢，这个一般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头茬、2茬、3茬，没错，是吧？都说这个是不是第一茬的最好吃？当然了，头茬，什么东西都是第一茬的好吃，第一茬的好，第一茬的好。这个至于怎么挑呢？这个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一些这个韭菜呢基本有2种颜色，一种是这个青根的，一种是这个紫根的。就是咱今天这个好像是红头的紫根的，您说的这个，因为咱这个季节呢，咱想买2茬你也买不着啊。就这个季节不吃韭菜，真对不起自个儿。对，那是这是时令的东西。对，时令菜。因此说这个吃菜呢，一定要什么季节去吃什么样的蔬菜。对，因为你要反季节去吃的话呢，你肯定吃不到精华。没错，有道理。那这个呢，它就是这个头茬的，因为它带着红色就发紫哈。就是说你想辨别头茬韭菜，你先看看是不是它带红头的。对，再一点呢，就是这个看叶，如果你这个有的韭菜它下面有些那个腐烂了，或者是有些泥你看不清的话，你看叶。那么它这个叶呢，它这个是尖叶的，它一般是头茬的。它这个叶平的就相对来说比较平的呢，它一般就是这个2茬或者3茬的。我们都知道这头茬韭菜是最好吃的，今天本周当家菜就教你2个辨别头茬韭菜的小窍门。在初春时节，气温较低，再配合太阳光照射，韭菜会形成花青素，让根呈现紫色，所以一般认为紫根韭菜都是头茬韭菜，而青根韭菜因为没有受到低温作用，没有形成花青素。那又应该怎样分辨是否是头茬呢？那就要看韭菜的叶片顶部。头茬韭菜叶片顶部形状比较尖，而2茬或是2茬以后的韭菜，因为经过收割再生长，叶片顶部都是平的。怎么样？简单吧？这个季节我觉得真幸福，是能吃到头茬韭菜。哎呀，比前段时间发年终奖感觉还快乐，是不是？好，我们现在把韭菜给它改个刀。这时候我们今天用的是全部的韭菜，还是说只用它头和这个叶？全部。好，我们大厨以前告诉过大家，说这个韭菜呢，头的位置呢和这个叶的位置各适合做不同的菜。那比如说这个前面呢可以用来炒，或者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连接土地的这一块，算是这个茎的这个位置。对，适合呢炒着吃。那我们这个一般爆炒了，或者是这个炒粒儿都可以，前面都可以。然后叶呢一般做馅儿，或者是做汤，对吧？或者馅料做一些这个带汤水的东西。对，它的水分更高一些，郁郁葱葱的，真好。好嘞，这边大厨已经给它改好刀了，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的炒了。这个炒呢，先把这个河虾呢先用油炸一下。
它炸一炸。其实啊，说起这个小河虾，我想跟郑老师说说，您觉得这个小河虾哈，它跟这个普通大虾比较起来，有没有一些自身的营养特点呢？它的蛋白质含量要比普通大虾还要高，高那么一点儿，但是也不是特别明显。包括钙、铁、锌、硒、铜、锰、氟、氯这些都差不了多少，差不了多少。实际上河虾要比这个呢，对更略微高那一点，高一点。对于矿物质来讲，还有什么呢？一会儿再说。大叔这边你好像是在铺粉，拍的粉，这个拍的是什么粉呢？就是干的这个淀粉，就是干淀粉就可以了。那大叔，我觉得你要炸它的时候，你再拍一层这样的粉，会不会就是太轻薄了？咱这么小的虾，这个虾呢，这样炸出来之后呢，这个皮儿是脆的，对，皮儿非常的脆，因为你炸淀粉，你要不炸淀粉的话呢，它这个皮儿太硬。你这个虾呢，它本身这个皮儿就非常薄，就是你要搞那种酥酥脆脆的，可以直接吃了。对，其实呢，如果这样子的话，就不适合加那种湿湿的那种糊，那是糊了有糊了，就失去这个酥脆的口感了。你看哈，刚才大叔就这么来回的颠2下，是就 OK 了。好，我们锅中来点油热了，准备开始炸我们的小河虾了。今天用的油呢也是健康新时代给您重磅推荐的，那就是青岛胡记花古法小炸花生油，它是用古代压榨油的工艺做出来的，有浓浓的花生香味。大嘴告诉你，它油烟小，而且呢非常适合家庭的烹饪。这边油热着，我这边问问郑老师，您说它好像比那个低，是，但是量低不会太多少。关键一个点呢，小河虾有个特点，因为我们炸了之后，我们可以一起把它吃了，把皮一起吃了，对吧？为什么吃皮？皮当中含有丰富的钙，但是我们大虾就很难能做到一点连皮都吃了，没错。大虾有时候吃它的皮，除非给它炸到特别，所以吃小河虾的话，一方面能增加我们的钙质，有利于骨骼的强壮。那其实啊，大叔想问一下您，咱今天做的这个小河虾，除了今天我们跟韭菜搭配，还适合怎么吃呢？这个它的吃法这个很多，比如最简单的呢，就用盐水去煮，对，是吧？加盐水呢，就是盐水呢，就是咸一点，加点花椒，白水煮吗？白水煮，就是白水煮。然后你可以用油爆，油爆呢也是这个，你就也是这个炸一下，同样给炸一下，然后带着甜味儿，是，油比较大，把它这个炒出来的。就是说它最好的那个口感，就属于是那种蓬蓬的、酥酥的那种口感，就最好了。那今天我们搭配韭菜一起吃，也算能呢给它这个炸完之后解解腻。其实老师说起这个韭菜，我觉得它是不是有一些自身的营养特点，要比其他的蔬菜呢要不同一些？你说的非常对。你看它依然是有叶子，但比一般的绿叶蔬菜，它多了一种很重要的物质，就是含硫化合物。这种含硫化合物，我们大家能够闻得到。我们切韭菜的时候，那挥发出来这种辣香的味道了，这就是含硫化合物。没错，含硫化合物在我们身体当中起到的更多的是一个保健作用，比如说它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可以起到抗动脉粥样硬化，还可以提高自身的免疫力，还可以提高抗炎，清除体内自由基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女孩吃了它，可以改善我们的皮肤。另外呢，这叶子当中含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往往我们大家认为贝塔胡萝卜素不是发黄色的吗？可是，在一绿叶大菜当中，它由于有叶绿素把这个贝塔胡萝卜素黄色给掩盖住了，但是它贝塔胡萝卜素含量也很高，听见没？所以说这样的绿叶的韭菜是很棒的。是。那今天我们一起搭配河虾，希望呢两个一起能够事半功倍。这边我们的油再几成热，咱再开始炸这个小河虾。7成热，就是油温比较高了，因为这个虾呢它比较小，一般用油一煮它就熟了。后面还有一个炒的过程，主要是把虾皮炸脆了就可以了，就完全 OK 了。那好，这边等油热了之后，咱就开始炸这个小河虾。这个油温已经到这个7成热了，咱现在就把小河虾放进去。下的时候呢，把它抖开下，不要一起下，一起下呢，它会把它粘在一块了啊。所以说挺热闹的，这个锅里的感觉。你看我们这小河虾，其实炸一炸它之后呢，就会立刻使它的皮变得超级的酥。凡是吃过这个小河虾都发现，它呀有一种什么感觉？有一种让你吃上瘾的感觉。你只要吃一个，就想吃第二个、第10个、第20个，就这样反复的吃。大叔，我们这个要炸很久吗？不用炸很久，这就可以了。就是过一下油啊，水分炸一下，炸水分没有了之后就行。这就简单的过一下油就行了。因为这个虾呢，它比较小，如果炸大的话呢，它这个肉就炸干了。你别忘了，这个在炸它之前是给它撒过一小层轻薄的淀粉的，所以说这层淀粉对于我们虾烹与不烹有很重要的关系。好嘞，我们这边炸好了虾，放在一边备用。接下来我们再倒点胡记花的国法小炸花生油。这时候开始炒吗？炒一下这个肉末，
开始炒肉末了。其实这个肉末呢，可以放也可以不放。放呢就是增加一下它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在你吃的时候，能吃到一点这个肉末，还蛮好的那种感觉。这就一丁丁就可以了。再来干辣椒。这道菜又是一个辣口的那种。对，微辣，不是很辣。一想到这个辣口的菜，就觉得它肯定很适合配米饭，很下饭的菜。是的。来点葱，葱花来点。真是啊！您这个一加了干辣椒之后呢，就感觉这个辣椒素飞出来一些，特刺激食欲。对。现在就特别想尝一尝它的味道。这时候就放韭菜吧。这是放韭菜。把我们的肉丁和我们干辣椒炒香了之后，把韭菜放进去，来回翻炒，旺火。这时候是旺火，一定旺火，火力真是够旺的。你看，能听见滋滋啦啦、噼里啪啦的声音，旺火快炒，真是不错。加点盐，调盐了，撒一点盐，不烦。这时候一看变颜色了呢，就可以了。稍一变颜色，就赶快把我们的小荷虾仁放进去，来回的快炒。现在光看这个颜色，我觉得搭配的挺漂亮的，金黄和这个碧绿搭配在一块儿，还有红红的小辣椒。哎呀，出锅了，真是！一看到大厨炒韭菜的时候，我觉得特紧张，因为我觉得韭菜真的不适合停太久。对，不能炒太久。好，很棒的一道菜吧？你看到了吗？这是一个色香味俱全的菜品，但是呢，味全不全，我们得先证明一次再说。是，来一起尝尝。这个必须韭菜和虾仁一起，小荷虾一起来吃。对，酒香还真是解腻的。其实这个菜呢，卷小饼吃也挺好吃的。没错没错，这是以前我也吃过这种炸的小荷虾，一般都是吃完一口之后呢，想吃下一口，但是有的时候吃完之后会觉得特别腻。但因为有韭菜，好像今天吃起来还是降了一些油腻质感。对，它可以清肠清脂的。这个韭菜呢，它本身是软软的。然后呢，吃起来的时候呢，也挺有咬头那种感觉。而这个荷虾呢，炸到这个程度，已经酥酥的、脆脆的，两种不同的口感相互的辉映，是真的好吃。好吃。其实说起这个韭菜啊，咱在家里面，如果说单用它来做菜，能做出10几种，对于你来说都很简单。是。但是接下来这道菜呢，我听名字就觉得这又是一个饼大厨的创意。什么菜呢，大厨？这个韭菜汆花蛤。韭菜汆花蛤。蛤蜊。配韭菜，然后您这个名字是，韭菜汆花蛤。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正式的来做。蛤蜊都是活的，你看，还有现在冻的。蛤蜊呢，先用水把它煮开它。好，这道菜是一个汤水菜，是汆的方式来做的，对，是不是？没有油，一丁点油都没有，恰巧呢符合现在大家想这个减少热量的这种饮食的一个理念。韭菜呢，这个。切后面也行，切后面也可以，切前面也可以，随你的便吧，就是便了。那好，看着您的心情来，咱都切吧，多吃点韭菜。好，心情不错，心情不错。咱这个给它切到一种小段还是大条的？小段，小末。其实啊，说起这个韭菜，我想问一下郑老师，咱今天是和这个蛤蜊一起来搭配，是，它是蒜和海鲜，对，这个搭配好不好？好，这搭配也非常不错。你看，我们经常会用这个韭菜和其他的海货来搭配，蛤蜊啦，这个小荷虾啦。虾啦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搭配呢，起到一个膳食纤维和蛋白质这样一个互补的一个营养方面的一个作用。我们可以提高油脂降脂，还可以提高蛋白质的利用率，都是不错的。那么除了和海鲜，这个韭菜搭配上和食用上有没有一些注意的问题？我们有很多人吃韭菜会发生这个腹泻，没错。所以在这里也告诉大家。你因人而异，因你的体质变化，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吃这个50克的韭菜，他就会腹泻；有的人吃1斤韭菜，他可能会产生不舒服的。没错，所以说没有法告诉大家一定要吃多少，只是根据自己的感受来改变自己的这种用量。没错，所以说你根据不同的体质来选择吃多少量，但是呢，如果肠胃不好，得少吃。是的，没错。这边我们将这个菜呢已经切成这样的小的碎末了。我们煮它之后，然后直接把它拿出来之后，我们整体把它汆进去。对，这个再一个韭菜呢，还有一个这个
因为韭菜很多都是用这个做配料的，是吧？你有可能呢一次吃不完，吃完之后呢，你怎么去保存呢？这个其实现在很多这种家庭都是保存的办法是用报纸把它这个卷起来，卷完之后呢放在这个冷藏，其实这个也可以，是吧？再一个呢，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呢，就是用这个白菜，把它盖上，对，用白菜盖上，因为它这个水分它不会容易流失，用白菜盖它。再一个呢，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你用一盆清水，把这个韭菜的这个根儿呢朝下，把它放在里面也可以。就您在家里属于是2度给它养殖起来，给它吸收充足的水分。其实我们还是希望现吃现买，不要储存太多，因为它毕竟含水分90%，储存多了会容易发生腐败变质，这个菜叶子就变成发焦黄的，亚硝酸盐含量增高，又增高了就不好了。这边我们收话间蛤蜊呢已经煮好了，我们再把它取出来。蛤蜊很肥啊，今天很肥。开口之后我们发现这都好大颗的蛤蜊，很棒。好，给它捞出来。这个蛤蜊汤咱们能用，这是必须要用的。千万不要丢掉。咱会要把这个蛤蜊肉都取下来，对，把这个肉取下来。好，啊，您瞧这个蛤蜊啊，煮完的这个汤水啊，里面都是这个有点淡淡的白颜色。对，来帮忙，好，帮忙。现在开始把这个蛤蜊从这个壳中给它剥出来。好，把这个汤呢，我去洗手。现在呢，我们把这个蛤蜊啊从这个蛤蜊壳中取出来，而我们这边的蛤蜊汤呢，已经给大家盛出来了，放在一边备用。这个为什么要把这个汤？其实白手锅做的时候呢，也是把这个汤，用原汤来做这个菜。为什么要倒出来呢？就是2次这个过滤，就是沉淀一下。因为当时煮嘎啦的时候呢，它不会变一些碎的那个嘎啦皮，或者是一些这个沙子，在锅底下倒出来之后呢，它会沉淀在这里面。当我们在用这个汤的时候呢，再倒在锅里的时候，它也会沉淀一些，这样我们这个汤倒在锅里的时候就是干净了。我明白了，就是说呢，我们防止里面有这个沙质，所以说我们保证这个汤呢是清的这种蛤蜊汤。好，给它取出来。然后您这边呢要打鸡蛋，打的4个鸡蛋。您这边打鸡蛋要放进我们这个汆花蛤里面吗？对，几颗鸡蛋？3颗4颗都可以。3颗4颗。好，剥这个蛤蜊啊，是一个要经得住诱惑的过程。因为你剥它，总想把它扔进嘴巴里面几颗尝一尝。蛤蜊汤当中啊，含有非常丰富的硒。硒呢是一种抗氧化的一种营养素，它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增强我们的体质。另外呢，还有锌含量很高。锌，对，蛋白质你看它小，蛋白质含量要比一般的畜肉、禽肉要高。那其实你看，如果这样吃的话，其实海边人都特幸福。对，因为在海边呢，吃这种蛤蜊啊之类的都特别的便宜。我们老百姓可以经常吃，但是如果是在内陆地区，可能吃的机会就少一点。对，相对来讲，蛤蜊味道非常鲜，没错。这个蛤蜊扒好了之后呢，它里面会有一些沙。这个沙呢，这时候你可以用这个原汤洗一下。对，用这样子方式来洗，我们用白水冲不好吗？不好，白水冲把鲜味给去掉。对，把鲜味去掉。没错，这样冲它。把蛤蜊肉本身的一些泥沙也冲出来，这样子呢，保证我们吃的这个蛤蜊呢，没有任何这种杂质的感觉。对，好，一道简单的菜也需要这么复杂。好，看见蛤蜊肉呢，就会觉得特有食欲呀。这时候这个汤呢，不要浪费了，再倒回去。再把那个沙给它盛出来之后呢，然后汤。这会儿你看到这里面会有一些，你看泥沙，来，这就是泥沙，对，蛤蜊肉本身的。好嘞，现在我们已经处理干净的蛤蜊，以及呢处理好的蛤蜊汤，再一次呢放回锅中。现在开始正式的做我们今天的韭菜汆花蛤了。好，放在一边。今天啊，大厨呢给大家打了个鸡蛋，这个打好的鸡蛋一会儿要给它做里面一个蛋花吗？还是说就是倒进去，可能用水炒的办法把它汆熟了它，就是单独的把这个给弄成一个汆熟的那种蛋花。对，不是蛋花，是蛋，一个水蛋的感觉。那这个我们需不需要提前把它加点盐呢之类的？不用，现在这里面加点盐也可以了。蛤蜊汤里面有盐，就完全给它自备足了。它自身就有含钠比较丰富的盐。没错，因为是海里面的一种生物嘛。好嘞，我们这边再来一点点，少许补给。这个蛤蜊汤呢，加上韭菜，这个我认为哈是最鲜的一种，对，比任何的这个味精和其他什么调味品都要鲜的一种提鲜的味道。没错，你看这个本身的海鲜就超鲜，而这韭菜的本身也是鲜的，就是鲜上加鲜。
实在是鲜。没错没错，我们也很期待啊。而且今天我们这边呢还搭配一点点这个蛋下去，鸡蛋也希望能够出来一点蛋香吧。对，其实我觉得这道菜呢，它应该算是一道汤，也不是汤，它是一种这个半汤半菜吧，半汤半菜。汤菜，哎，哎，那我们有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可以来这么一份儿，对，哎，挺暖和的，挺暖和的，适合我们的脾胃消化可。以这种半汤半菜的菜呢，最适合于下饭。下饭的，而且呢，它还是可以做这个各种的，就比如说那个吃面条这个卤，对，这种半汤半菜吧，实际上，可以控制我们的能量的摄入。你想，我们连汤带菜带动物性的肉带一些个鸡蛋，哎，都下去之后，我们在主食方面可以控制住。没错没错。您好，就在说话间，我们这个蛤蜊汤呢已经完全的沸腾了。接下来我们开始汆这个蛋，这个应该是有难度的吧，大叔？对，有难度的。这个鸡蛋呢，倒进去之后不要动它。哦，你把整个这么一个大大的蛋液就这么放进去。对。哦，这个火是不是控制一下？不用控制，就让它开行了。您就这个大火就这么咕的它？对，哎，这可以吗？不怕它散了吗？就怕它散了。就怕它散。哦，就怕它散了。对。那我想说，您现在这个过程，它这个大火干嘛要大火？用小火保持速度不行吗？小火它会散了。小火就散了。啊，这个鸡蛋它会匀跑在一边，那么它就拧不成个了。那我们在家里，比如说握一个荷包蛋之类的，是不是也得用大火来握它？要用大火来握啊，不能用小火。用小火的话呢，它外面不凝固的情况下，如果小火的话会粘锅底。哦，是这样。OK，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蛋呢已经基本上成型了，成型了，哎，水蛋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这个蛋呢超嫩的，肯定很嫩。你看这个蛋呢，它简直就是没经过任何火力的这个加工，它只是呢给它用水来加热。是。尽量不要给它散起来。你看，就像打个蛋花也是可以的吧？蛋花呢，它又没有这个菜的感觉，喝这个就是汤韭菜汤了。啊。好嘞，这时候就下入我们的蛤蜊，下入蛤蜊，在我们的水蛋已经成型了以后再下。这时候呢，放入这个韭菜。好，可是我觉得这时候放韭菜是不是有点放早了？咱们这个好像还得再煮一会儿。再煮鸡蛋就老了。不要煮了，不能再煮了。嘎了是熟了，之前已经热水煮了，鸡蛋现在也水煮了，韭菜也很好熟。韭菜就凝固了，对，这个鸡蛋就凝固了就可以了。对，您看这道菜也太有食欲了吧！我想说这个颜色哈，一半呢都是绿的，有那么一小条黄，然后就是蛤蜊本身那种有点带灰蒙的颜色。是，哇。这是创意菜，大厨。这个菜非常好吃。这个其实也不是很什么的创意菜，这是这个胶东地区呢，很多都是用这种办法来做这个，就是老祖宗的创意菜。不，也没有很老，就是近几十年的问题啊，近几十年的问题。你想一想哈，通常这个鸡蛋和这个韭菜，它们俩是比较绝对的搭配，是吧？没错。然后呢，我们要再加韭菜跟海货，然后让它两组合就变成三种。这就是我们传统吃的那个三鲜馅的组合，韭菜、鸡蛋再加上蛤蜊。是，对，真是这道菜想不鲜都难呢。这个汤哦，我真是超期待，因为我觉得汤子超好喝。韭菜，你知道韭菜到汤里面那个鲜的滋味。美哉了，简直！这时候要什么程度我们才开始正式出锅呢？这个开锅就行了，也是把韭菜这个煮的稍微熟断生呗，断生就可以了。你看我们这个蛋现在还是很嫩的。对，好，我们现在正式的出锅。你看我们的水蛋捞出来之后，这个颜色是淡淡的黄色，一点都不老，看上去呢嫩嫩的感觉。哦，这只是闻这个味道都很鲜呢。对，这种鲜味更多的是来自于嘎啦当中的鲜味。的确，香味呢来自韭菜当中的这种。还有三鲜，真是，您看到了，韭菜汆花蛤，现在就已经给您完美的呈现到这边了。那么它究竟会不会出来那种我们说鲜上加鲜的好感觉呢？现在我们一起来尝一尝它就知道了。不放一点点的油，做出鲜香十足的韭菜汆花蛤，有些细节大家可以多多注意。首先，煮蛤蜊的原汤是让菜品充满鲜味的关键之一。将汤倒出来，趁着取蛤蜊肉的时候沉淀杂质，才能让我们肆无忌惮地品尝美味。其次，蛋液倒入汤中，一定不要搅动，保持大火，等待蛋液初步凝固，再慢慢推开，让汤的鲜味融入嫩嫩的鸡蛋中。最后临出锅前放入韭菜，一道清新爽口的美味就大功告成了。来吧，一起尝一尝了。哎，别说啊，加点这个蛤蜊还真是，一定要带来没错。哎。那都搭配在一块儿，哇！哎呀，好鲜啊！
哇，哎，真好吃。哇，这也太好吃了吧！对，这个汤菜，然后加上少许的米饭，哎，泡进去。哇，这个汤啊，真是绝了，简直！第一它那么鲜，这是天下第一鲜。第一鲜，